自从这小子来了地府，轮动路的财路被他断了，现在连明曹关都栽在他手里，每一次都是他。可现在却不得不认下他的功劳了。陈毅此番确实是辛苦了，家人也为此受了委屈。这样吧，赐陈毅及其家人长命百岁，平安康健，一世荣华。好歹你也是一殿之主，这般坐台是打发叫花子吗？朱殿容禀，陈毅此子虽然年轻，但身有正气，善恶分明，在阳间为官府做事，以至科长之位，是过了明路的栋梁之才，并且陈毅在阴阳两界也有许多善举，一切都有记录在案，可供朱殿查证。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孤魂野鬼也渡了不少，当真是人善之辈。如此看来，陈毅的确可当判官之位。既然如此，就片例封陈毅为第5判。且慢！陈毅，怎么回事？是谁来了？你知道是谁？我乃洞光雷府雪渊便于青狮使相真君盖天系是也，此番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原来是真君大驾光临，未曾远迎，倒是本王失礼了。虽然天地有别，但你我的职责都是为维护世间正常运转，何须如此见外？不知真君前来所谓何事？方才本君巡视人间，发现恶鬼附身于一妇人，使其病入膏肓。留神细查，才发现是地府所为。本君有些疑惑，阳寿未钻者，地府也要强收？此事只是我地府中宵小之辈所为。如今那贼子已被判决神刑俱命，此事本君倒也有所了解。方才听闻朱殿想以判官之位补偿此子，便算接过。正是，判官之位已是破格提拔，足够体现地府对陈毅的。只是本君听完前因后果，判官之位本就是此子应得的，又何来补偿一说？那中君的意思是，既然明曹官不顾规则，践踏秩序，以身犯法，那么便将这官位赔给陈毅好了。6部公厨之位，陈毅如此年轻，如何做得？真君有所不知，陈毅资历尚短，若是骤然升至6案公厨，恐怕会打破地府的官场生态平衡。也是，此乃你地府事务，本君也就这么一说。既然如此，朱殿自行决断就是。只是，本君会将此事原原本本的禀告雷祖。九天应元，雷声普化天尊，这等小事，如果惊动了他老人家，那就得酆都大帝出面才能了结了。届时便是震动天地人3界的大事。真君且慢！哦，轮转王还有何指教？真君所言有理，待本王与九殿商议一下。晋升陈毅为明曹官之职，这次陈毅将获得真正的神位、法力和明曹官印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将是名副其实的活人阴神。这小子的官途也太顺累了吧？何止是顺累，这是地府开了挂。如此一来，倒也算是公正合理，无需向上禀报雷祖了。海山王，海山王啊！都坐下吧，今天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倒不觉得辛苦，不过是陪着严君演了一场戏而已。就是不知我母亲现在情况如何。无碍，你放心。膏肓鬼被抓之后，本君手下立刻清除了你母亲体内的一切疾病，她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健康了，也算是补偿吧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尽快去公策府熟悉熟悉吧。你还是我们地府第一位兼职明曹官的活人呢。启禀严君，下官身为阴帅时，手下有一统领，可否将他一起调至公曹府，继续听用？好吧，随你吧。都给我站好了，腰板挺直。我们阴帅府可是重要部门，绝对不能丢了陈帅的面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何兄，恭喜啊！他叫我什么？何兄？
我什么时候和阎罗殿守卫称兄道弟了？何兄大喜了！明曹官亲口向阎君开口，要将你调至公曹府听用。明曹官？哪位明曹官？何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的明曹官就是你以前的上司殷帅陈毅啊，他已经连升2级了。陈帅连跳2级了，不仅升了，还记得我，还要把我调去公曹府。我妈呀，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何大了！以后干活一定要更卖力，更卖力，更卖力，绝不给大人丢脸。难怪人人都想往上爬，难怪人人都想做高官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官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权力越大，能做的事就越多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多谢大人提携，何大我一定为大人鞍前马后，绝不辜负大人的信任。赶紧站起来，像什么样子？属下遵命。何大，明曹府就交给你了，在我回来之前，给我打理的好好的，特别是桌上那些折子，分门别类全部整理好，等我回来处理。靠北，有分身了啊！大人，那还需要我分门别类吗？当然了，我还得熟悉环境呢。大人，那我这就去。大人，以后您得自称本官了，您现在可是大官了呀。对，架子要端起来了。整挺好，分工明确了。官服都穿好了，那就去干活吧。我跟了这大人，这辈子值了。明曹官的坐垫都比殷帅府强了不止一个档次，值了。大人，这是牛头将军呈给陆判的折子，陆判没能解决，又呈到您这里，您要不要先看看？牛哥和陆判都解决不了的事，有意思。能让牛哥束手无策，让陆判白跑一趟，我倒要看看这货到底藏在哪里。不就在这里吗？牛哥说有神秘力量阻挡，陆氏来了都找不到，我这一跨就进来了。看来升了明曹官之后，确实比之前强了一大截。金丝楠木，这种木质千年不腐，倒是下了血本。镇魂兽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怎么会找到我？我已经躲了整整300年了，不可能被找到的，不可能！本官新任明曹官，你该回去报道了。明曹官300年了，竟然是明曹官亲自来抓我。你就是吴松石，有点东西啊。好，300年他见过类似的，只不过那时候这堵墙是用来挡住外面的阴差，而今天这堵墙是用来困住里面的他。那术士骗我，他骗我！明明说过不会被阴差抓到的。一个古代人不想长生，不想成仙，只想躲，这一躲直接就是300年，也是挺牛的。还别说，他差不多已经算成功了。牛哥查不到，陆判找不到，要不是撞在我手里，他或许还能再清挺几百年。这术士倒也不是完全骗人。你就算不被我找到，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有什么意思？不孤单吗？你不懂。投胎轮回，又得再次经历喜怒哀乐种种痛苦，有什么趣味？不如在这里守着我的1亩3分地，数着我的黄金珠宝，没有半点烦恼。哪有主子喜欢上奴才的？说出去都要被人笑掉大牙。爹娘，儿子不娶她做正妾，哪怕是做妾也行，只会和她在一起。哪怕是聘妾，咱们也是聘良妾，哪有让丫鬟做妾的道理？
那个丫头啊，性子太烈，折腾得厉害，又不好看，早就转卖到别处去了。少爷，小翠姑娘受不了那里的煎熬，自尽了。我不想受地狱刑罚，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人生。先生，帮我。贫道可以帮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一旦魂魄进入这镇魂石，你将躲过阴差追捕，但也会永远被困于此。那就永远待在里面。恭迎大人回府！大人真是手段高超，无往不利，略微出手便是手到擒来。大人英明神武，智慧过人，如此复杂的案件轻松解决，属下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大人的能力令人钦佩，我们愿意永远跟随大人左右，为大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在阴帅府的时候，手下虽然也拍马屁，但好歹是跟着我从底层打上来的，多少有点真东西。现在倒好，升了官，奉承话也跟着升级了。行了，都下去吧。你们几个留下协助办公，其余人各回各位。这官场的风气还真是走到哪儿都一样，阳间阴间，概报能外。大人，您别往心里去，他们都是新来的，不懂您的规矩，这些套路，回头属下慢慢教他们改。行了，就你会说话，把今天新呈上来的折子拿过来。半山腰的山洞里确实有妖气，但没有什么中介物，具体是什么物种，修炼了多少年，感应不真切。上去看看。陈哥，你不累吗？你连大气都没喘一下。还行，平时多锻炼。确实不累，甚至感觉比上山之前还精神。看来有了神位之后，不仅魂魄变强了，阳间这具身体也跟着受益了。以前爬这种山，多少还是会喘的。不用进去了，是个好妖。你怎么知道？花草树木类成精，它身上的气息非常干净。走吧，回去写一份报告就行了。这里的神仙奶奶确实是善妖，不需要处理。哎呦，你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吧？是来爬山的吗？差不多吧。听说这里有个神仙奶奶，想顺便来看看。那你可见不着，神仙奶奶是不现身的，她老人家只给药不见人。就是，不过我们就是觉得这传说挺神奇的，来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你们是外地人，不知道，我们这边啊，不只有神仙奶奶，还有黄大仙呢。大叔啊，你也去求过药吗？求过，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了腿，就是神仙奶奶给的药接上的。这不，到现在阴天下雨都不疼。你们要是不着急赶路，我给你们讲个真事儿，就发生在我们村儿。您家里的？是村里王老爷子家的。那年冬天雪下的大，王老爷子早上起来推门，听见门口吱吱吱的叫唤。你们要是不着急赶路，我给你们讲个真事儿，就发生在我们村儿。您家里的？是村里王老爷子家的。那年冬天雪下的大，王老爷子早上起来推门，听见门口吱吱吱的叫唤。这大雪天的，谁把一窝崽子丢这儿了？都是命，总不能看着冻死。
他蹲在窝窝前犯了愁，为什么呢？家里倒是有剩饭，可这几只崽子连牙都没长。正琢磨着，院里羊圈里传来小羊崽的叫声，有了。他挤了小半碗羊奶，找了个最小的勺子，蹲在窝窝前一只一只的喂，忙活了快1个时辰。恩人，我儿媳遭人追杀，实在走投无路，才把孩子暂放在你家门口。这几张照福之恩，老朽铭记在心，日后定当报答。可别这么说，几只小崽子费不了多少事儿，你快带孩子回去吧。第二天一早，王老爷子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门口看那窝小崽子。窝棚空了，铺在窝底的棉丝上放着一颗银元宝。当天晚上，他找了把铁锹，摸黑走到屋后山脚下，寻了棵老槐树，把银元宝埋了进去。那晚他又做了个梦。恩人见谅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日后换个法子来还。他蹲在土坑边上发了半天呆，后来也没再梦见那个青袍老人，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，一晃就是10几年。老王，生了1天1夜了，胎位不正，你得拿个主意，保大还是保小？能不能再等等？最多再等1个时辰，拖下去1个也保不住。还好赶上了，这小崽子贼得很，抓了好几个时辰，耽误了不少功夫。您是这孩子？恩人，快去把这小崽子炖上，炖了汤给儿媳喝下去，定是母子平安。这哪行？您说啥呢？就是个也不能炖孩子啊！我王家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孩子，你家在哪里？告诉爷爷，爷爷送你回去。你家有病人？是我儿媳妇。那我救了他，你就放我走。你要真有这本事，爷爷给你磕头都行。救人一命，无上功德。你儿媳肚子里是2条命，我谢你不杀之恩。今日舍去一臂，了却这段因果。等着，再等1炷香，1炷香就行。恭喜恭喜，母子平安！那小孩真出生了，后来有平安长大吗？就是那户了。当年那个小孩啊，现在都当上爸爸了。有空再来玩啊，我这儿故事多着呢。那人参娃娃也挺讲道义的，明明都能直接跑了，但还是留下了根参须。他扯掉的是胳膊又不是须须，肯定是手臂呀。手臂扯下来变参须，那到底是手臂还是参须？我说的是本质，我说的是他扯的那个动作，他是按手臂来扯的，不是按参须来扯的，这叫道义。陈哥，你觉得呢？是手臂还是参须？对，陈哥你说。他本来可以跑的，但他没有。是不是手臂不重要，有心就是手臂，无心就是参须。陈哥，你说那个神仙奶奶她为什么不现身呢？现身了，就有人会求他，求了就会有人贪，贪了就会有人恨。不现身最好，忘了就走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干干净净的。等了多久？没多久，一哥，你终于有时间来找我了。对不起啊，瑶瑶，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有分身了。真的吗，一哥？科长，这是你女朋友吗？是的，这是我女朋友傅瑶瑶。瑶瑶，他们俩是我的组员江欣和江玲。你们好啊。快走快走，别打扰科长这难得的2人视线了。对，快走快走，拜拜科长，下次见，瑶瑶，拜拜，下次见。陈科长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嘛，每天上班都有2个大美女相随。哎呦，我的瑶瑶大美女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他俩就是组员，纯同事关系，组里还有别的人呢，回头你都见见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一哥，你听说了吗？今天民政局发生了一桩大事儿，就我们领证窗口那边，一对小情侣满心欢喜来领证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女方在男方手机屏保上发现了端倪，就是那种会发光中特别亮的那种，屏幕上有个女孩，身上清清楚楚写着3个字。什么字？李小姐。问题是那位准备领证的小姐姐姓刘啊。反正场面一度非常混乱，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，证没领成，2个人出了门，一左一右，各走各的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？说的好像你当时就在现场一样。一哥，
你以后不会也给我搞出个什么李小姐来吧？绝不可能，这辈子只有傅小姐。倒也不用说什么这辈子，以后你要是不喜欢我了，或者我不喜欢你了，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就是，咱们好聚好散，没必要搞那些恶心的事儿，最后又成为别人嘴里的笑话，多不值当。瑶瑶，你听好，我陈毅只喜欢你傅瑶瑶，如果哪天你不喜欢我了，那我就追你第2次。总之，不谈分手，只谈续约。续约？你当这是签劳动合同呢？续约条件优厚的很，包吃包住包接送，节假日双倍陪伴，每年13薪，升节每天13小时在线。这位傅小姐，不考虑签一下？行了行了，看你表现。那个渣男寿终正寝那天，本官亲自去接，我要让他好好给我解释一下李小姐到底是谁。几年前就递上来的东西，到现在才到我手里。何大，前头那位平时到底在干什么？那些折子原封不动堆在库房里，全是前头那位压下来的。属下知道您跟石大英帅关系好，就把这一类全挑出来搁在最上条了。做得好。好家伙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黑白无常的名号也敢冒用，什么东西能在黑白无常眼皮子底下藏200年，还能让陆茶空手而归？不是妖，不是魔，不是鬼，能藏得这么干净，要么修为极高，要么来路特殊。200年只偷香火不害人，图的到底是什么？找活的问问。熊庆涵，过来。白大人，您这是显灵了！我3生有幸竟能看到您现身，爷爷果然没骗我。这些年你们做得不错，一直是按时供奉，从无泄露。完全是遵从3位大人的叮嘱来办的，一刻也不敢遗忘。是吗？那你可还记得我是如何与你祖上结缘的？记得，爷爷走之前全部告诉我了，小的一直记在心里。爷爷去世之前跟我交代，只要供奉黑白灰3位无常，一定能发财。临终之前，爷爷从床底下掏出来1箱子金银元宝铜钱，爷爷说就是靠着这些起的家。祖上有规矩，这供奉不能每一代人都供奉，要间隔2代，第3代才能供奉。爷爷交代完了，又从箱子里掏出3个神像，看上去就有些年头了。爷爷说这是得到这传承的第1代做的。爷爷叮嘱我好生供奉在家里，每个月初1、15要好生供奉。胖的那位前面摆放金元宝，瘦的那位前面摆放银元宝，矮个子的摆放铜钱，3位的供奉绝对不能出错。大人，我描述的应该没有错漏吧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些年多亏了3位大人的照顾，我们熊家才能赚这么多钱啊！以后我一定会更加用心的供奉，让3位大人满意。那个灰爷跺脚指出位置，白爷跺脚开了地洞，灰爷又破解了石门的机关。他们知道每一处宝藏在哪里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高深法力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深埋地下的财宝，吸收了数百年的天地精华，成了精。死物成精，没有妖气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小的是猪油蒙了心，是铜锈蒙了心，再也不敢了。这位神仙，我们好像没有得罪过您吧？能不能放了我们？是谁让你们在这里冒充黑白无常的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们不是故意要冒充黑白2神的，只是我们刚成精出世时撞见过一次2神勾魂，只觉得他们好生威武，才起了模仿之心。不愧是吸收天地精华成精的，这冒用正神之名招摇撞骗，窃取香火，模仿2个字就能平飘接过。这事，你们还是准备好向黑白无常解释去吧。这位大人，我们冒充黑白无常吸取香火修炼，确实有错，但这事儿是归天上管的，您是地府的阴神，不能抓我。脑子转到很快，这事儿原本不归地府管，没错。可你们3个冒充的刚好是我地府的阴神，我地府如何不能管？事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挑言诡辩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不用禀报一下吗？阎君早就吩咐过，您来直接进去就行，不用通报。嘿嘿，陈大人，您如今可是6案公仓，咱们地府的正经大员，哪还用得着那些虚礼？陈毅，你来了。这3个是什么东西？呵，真是有趣。由于此事并无先例可循，下官不知该如何处理，还请阎君裁决。你们3个
可曾害人性命，行过恶事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我们从未害过人命，也不曾作恶。我们只是想找个地方被供起来，方便修炼，从无害人之心。望君上明鉴。若是直接打回原形，这一身的天地之气，真是可惜了。我们知错了，还请君上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们知错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就跟着五鬼去做事吧，也好教你们知道，阴神也是很忙的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。虽是编外，但也算正式为地府工作了。但他们又有搬运财宝之能，所以此事还需向财神知会一声，便交给你来办吧。啊，交给我来办？可是我都没见过财神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他老人家。这也是给你锻炼的机会，难道这等小事还要本王亲自出马？是，谨遵阎君之命。对了，孽境地狱的狱长已经任命了，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。下官告退。原来之前没有反应，是因为牛哥马哥官太小了。见过明曹大人。也是，到了六岸公柴这位置，谁还亲自来地狱啊？也就是我了。见过明曹大人。不知大人驾临，未曾远迎。你们忙你们的就是，不必多礼。有个叫廖兰的，可有在此受刑？回禀明曹大人，确实有一个叫廖兰的，但前些天已经刑满出狱了。刑满出狱？好啊！工作时间不知道跑到哪里潇洒去了，去把老袁给我叫来，本官要把这件事彻彻底底查清楚。大人，廖兰。当初在孽境地狱照顾镜子的那个女人，把她的判决记录调出来。廖兰生前拐妇女儿童，逼良为娼，罪大恶极，判入拔舌狱、剪刀狱、铁树油锅狱、血池狱、石磨狱、刀具狱，每层地狱刑期100年，不得减刑。不得减刑，这3个字，本官记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不知道明曹大人驾临，未曾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，恕罪。你就是17层地狱的狱长。是的，大人，下官名叫宋延霜，一直负责管理着石魔地狱。大人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下官一定照办。此事下官确实不知啊。毕竟石魔地狱受刑的鬼魂那么多，下官也不可能每一个都亲自盯着，还需要仔细调查一番，才能给大人一个满意的回复。你们还要调查什么？直接把人找出来不就行了？本官问你，原本应该在这里接受刑罚的廖兰，现在去了哪里？下官真的不知道啊，也许是逃狱了。逃狱？你当本官是3岁小孩吗？这地府戒备森严，18层地狱层层把守，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逃得出去？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开口。大人，刚刚得到消息，那廖兰，她其实是被上头的人带走的。上头的人？上头谁的人？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啊！不管是谁，只要胆敢在地府弄虚作假、徇私枉法，本官绝对不会轻易放过。你随我一同前往阎罗殿面见阎王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你也与本官一同前去。大人，不过就是个女人而已，您何必如此较真呢？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廖兰这种人，生前拐卖妇奴，害了多少条人命，毁了多少个家庭，判了700、800年，他连1/10都没服满就被人弄出去了。原本该在地狱里受几百年刑的人，现在去投胎了。难怪无论怎么警示，怎么威吓世间的坏人都不见少，连廖兰这种罪孽深重的人都敢暗箱操作。那些罪更重的，是不是早就不知道投了多少次胎了？传日夜游神。我就知道，我在这儿受不了多久的罪，迟早都会被救出去的。石墨地狱中有个名叫廖兰的女犯，是否被你带走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是卑职带走的。发生了何事？本王也来凑凑热闹。
本王正好路过，见阎君此处热热闹闹的，进来看看。你们继续，本王略坐坐就走。真是晦气，上一次是轮转王，这一次又是变成王，两个老东西。回禀陈大人，卑职是受上一任明曹官之命将廖兰接走的。卑职只知道廖兰阳间的家人似乎给上一任明曹官送了许多的供奉，至于其他的，卑职一概不知。对，大人，下官也是听命行事才将其交出去的啊。那廖兰现下何处？回大人的话，卑职是奉上一任明曹官之命，将廖兰带去轮回司重新投胎为人了。大人，卑职知道如此行事有错，但若不从，怕是要落个魂飞魄散的下场，还望大人可以从轻发落。你立刻前去轮回司，将廖兰的特赦手令取过来。